在贵州铜仁的一座大山悬崖之上，竟隐藏着一处令人惊叹的悬崖秘境。300多年前，一位号称无相上人的大和尚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，硬是在这悬崖绝壁间建起了这座令人震撼的仙庵。2座尖顶矗立在悬崖之巅，三面临空，而想要到达这里，更是难如登天，必须攀爬几乎垂直90度的天梯，令无数人都望而却步。这座仿佛遗世独立的神秘之地究竟是如何建成的？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这片神秘的悬崖秘境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贵州铜仁，准备再次前往莲池庵。这一次与上一次不一样的是，今天呢，我带了一个队友，他是我的好朋友婷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婷婷。自从他上次看过我们视频之后呢，他就一直想来这个地方，今天终于来了。这个莲池庵呢，就在我身后的山顶上，你们看，它这个山是非常高的，而且呢，它的海拔落差也是非常大的。怎么样？有没有信心？有。那我们现在出发，走吧。这里呢，就是莲池庵的一个正大门，可以看到上面写着“莲池圣地”。在这旁边还有一间小庙宇，里面供奉的应该是土地公公。看这里还有一块文保碑，上面写着“莲池庵遗址”。这座寺庙呢，它是始建于明朝。现在我们一起出发。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，像走这样的山路，我建议大家最好像我一样，随身带根棍子，用来防蛇。这里有一座小庙宇，里面供奉着一尊神像。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我没有认出他是谁。后面呢，我在网上查阅了一些资料，我觉得他和2位神明最接近，一位是王灵官，还有一位是广目天王。你们看他这个手里拿着这个法器，你们觉得他和谁最接近呢？现在我们继续往前面走。大家看，它这里的垂直落差是非常大的，整个过程中呢，就像是在爬楼梯一样，特别的费劲。哇，你们看，它这里呢原本是没有路的，是以前的人们用那种条石一块一块的垒起来的。像我们经常爬山的话，都能遇到这种情况。在我们这边呢，它是有2种说法的。一种说法呢，说是家里如果有老人，他的腰不好的话，在山里面支撑一根棍子，他的腰就会好起来。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预测这个山体安不安全。如果说棍子支撑在这里，如果它向下弯的话，预示着它这个石头会随时滚落。哇，你们看这一段，它完全是从绝壁中开凿出来的。我感觉我37码的脚只能站个脚尖，都是完全没有受力点的感觉，有点。越往上走呢，它这个视野就越宽阔。哇，你们看，从这里看下去好惊险呀！底下呢就是万丈深渊，
我们已经到达莲池庵了。这边呢有一条分岔路口，从这里上去的话就是直达那个金顶。今天来玩的人还是比较多的，有好多人陆陆续续已经跑到那个金顶上面去了。我们先到主庙去看一下。这里呢就是莲池庵的大门了，你们看它这个门做的非常的厚重，在这个门的两侧各有一个孔洞，它这个应该是一个门栓，以前这里应该是有一道门的。穿过这个门，我们就到达这个主庙的位置了。你们看，它这个主体结构呢是一个木质结构的，看房顶上还爬满了很多藤蔓。这座寺庙呢，它分为前殿和后殿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前殿里面供奉的有哪些佛像。中间这位应该是释迦牟尼佛，旁边手里拿着一个塔的应该是药师佛，然后这边这位是手里拿着一个莲花，应该是阿弥陀佛。这些佛像呢，它和我们在那些大寺庙里面看到的是不一样的，我只能通过他手里的法器来猜测他是谁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啊。在这旁边还有3位，我也没认出，有认识的朋友吗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外面还有一个小棚子，这里面的供奉的应该是韦陀菩萨。韦陀菩萨呢，他是寺庙的守护神，他一般都是在寺庙的外面的供奉在，所以呢，我的猜测他应该是韦陀菩萨。大家看这些神像和佛像，还有这个房子，非常的有年代感，给人一种古老沧桑的感觉。看这外面有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平台，非常的平坦。哇，这里的视野真的是非常的开阔，你们看。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地势，真的是非常的独特。你们看，它上面呢就是一个悬崖绝壁，这个房子呢刚好建立在绝壁上面，巧妙的运用了这里的地形。如果说遇到下雨天的话，它这个雨水是淋不到房屋的。据资料显示呢，这座寺庙它是始建于明朝的万历年间，由明末遗老无相和尚所修建。他当时呢亲自参与了这个寺庙的修建，当时修建了前殿和后殿。现在我们再到后殿去看一下。这边有一座小房子，你们看，这里有3口锅，这里应该是一个伙食房，就是厨房。看这里还有一个碗柜，里面放了有很多碗。它这里面以前应该是有人居住在上面的。哇，你看这里还有一张床，这里还有一个插板，它这里应该也是通电的，不然也不会出现这个插板。这里还有一个灯。看这里就是后殿了，它这里面呢供奉的是观世音菩萨。你们看它这个墙体完全是用石头垒起来的。这里呢就是供奉着观世音菩萨，你们看有好多尊。正中间这尊呢，手里拿着一个玉净瓶，应该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然后旁边还有一尊抱着娃娃的，应该是送子观音。这边也还有一尊，它旁边有很多那个香油，应该是燃灯古佛。你们看，来往的人还是比较多的，这些供台上摆满了吃的。
虽然说这个地方它比较高，但是这个地方它是不缺少水源的。在这后面呢有一个山洞，山洞里面呢有一个池子，它里面的水呢它是从来都没有干枯过的。带大家上去看一下。你们看，就是这里的这个水好清澈呀！上一次我们还喝过这个水呢，我还想喝一口。先把手洗一下吧。哇，好冰凉呀！哇，清凉可口，非常的甘甜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池子，你们仔细看，是不是非常像一朵盛开的莲花？所以的莲池庵，莲池庵，它这个名字呢，就是由此而来的。它这个池子像一朵莲花一样。它这座寺庙它是依山势而建的，这个后殿要比前殿高很多。哇，你们看，从这里看风景真的是好美啊！就像是天然的一个画框一样，外面一副生机勃勃的景象。你们看这里，它房子上有好多窟窿，我感觉应该是岩壁上那些石头掉下来砸坏的。现在我们走下去，在这个崖壁上面有一块碑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块碑只剩下残垣断壁了。上面刻写的一些人的名字，应该是一块功德碑。看上面，上面有很多字迹。我们来看一下：莲池山水几人晓。这些应该是以前的一些文人墨客来到这个莲池庵之后，写下了对这个莲池庵赞美的诗句。你们看，好多字迹都已经模糊不清了。这里有2块，你们看，一看就是新立的，也是一块功德碑。从这边过去呢，就可以到达金顶的位置。现在我们去挑战爬金顶。按这个遗迹来看的话，它这个寺庙以前规模应该是挺大的。你们看，这里就是它的起点了，非常的陡峭和险峻。看，我们现在开始爬了，这边非常的窄，我感觉只有30公分左右。你看我的脚都完全是踩不满的，只能踩个脚尖。虽然说这已经是我第2次爬了，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感觉有点恐惧的。爬这样的一定要手脚并用。你们看它这个完全是在山体里面开凿出来的。我觉得最险的路段就是这一段了。你们看它这个
垂直落差非常的大，几乎它是垂直90度的。你们看这条路真的是非常的险峻，几乎是与地面垂直的。我们走这条路一定要特别的小心。我感觉我这根棍子已经变成了我的累赘了。很难想象到古人他们当时修建这条路是怎么修建的哦。看，我们终于上来了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。不过前面还有一段。这里是一个天然的一个天窗，你们看它这个形状，是不是有点像爱心形状的？这里打卡拍照非常的出片，哇，上面好凉爽呀！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达顶峰，还要再爬一会儿。你们看它这个石梯子，完全是靠人为搭起来的，还能想象到古人他们当时是怎么把这些材料给运上来的，真的太佩服他们了。现在我们继续往上爬。真的是每一步都走得步步惊心，要特别的小心翼翼。哇，这里好矮呀！像我们背包的话，一定要注意，它这个包会挂到岩石。哇，我们终于到了。终于可以卸下我的包袱了，轻松一下。婷婷他们比我们早到。Hello， 怎么样？今天？我感觉好吓人啊，好吓人哈，脚都在发软，脚都在发软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，但是我第二次来的还是这种感觉，依然觉得很惊险，你知道。已经很厉害了。这里呢就是莲池庵的金顶位置的，在这两边呢各有一栋小房子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的材料，都是以这种石头为主的。你们仔细看它这个可不是什么钢筋混凝土哟，这个应该是石灰加糯米粉制的一个粘合剂。真的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。虽然说这里只剩下残垣断壁了，但是它这个墙体依然还是那么的稳固。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还是去年了，过去1年多了，这个没什么变化，还是这么的牢固。现在我们再到对面那座房子去看一下，这边呢是人为搭的一个桥，主要上面要特别的小心。你们看，我脚踩上面都是松动的，而且这边呢有一点已经塌了，感觉。有点像那个牛郎和织女的那个鹊桥。
这边这一栋房子也只剩下这个残垣断壁了，很可惜没能保留下来。看这上面长满了很多杂草。虽然说这2座房子是修建在这个绝壁上面的，但是我走在这里面呢，还是感觉这座房子是非常的牢固的。这个手摸在这个墙上，一点松动感觉都没有。这一段特别的惊险，你们看，两边都是悬崖绝壁。在这个门外面还有一对银莲，上次来的时候都还没发现。不过呢，从这些字迹来看的话，你们看已经看不清楚了，风化的特别严重了。这边也是，这里有一个收。哇，你们看，从这里看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吓人，它的垂直落差非常的大，大概在几百米。你们看，底下就是一个村庄，底下呢还有一条河，在山水的映衬下，显得这个村庄非常的美丽。我们之前在网上刷到很多用360相机拍这个全景的，特别的吓人。今天呢，我们也来拍一下。这个路真的很窄很窄，只能容下我的半只脚。走这样的路一定要特别的小心。哇，这里一个绝壁。换一只手。这里是一个大拐弯，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，今天我体验了一下，确实是。我觉得下山要比上山要难一些。像上山的话，我们还可以趴着甚至走。像如果说下山的话，我们身体就是这种直挺挺的，一直往下走。如果说恐高的人的话，应该有点虚。这边真的很危险啊！这边这一段真的是非常的陡，你们看，几乎是垂直的。每一步都要走得特别的小心翼翼。每一步都走得如履薄冰。
哇，这里有一个台阶，终于可以喘息了。走这样路，我真的是大气都不敢喘一声。现在我总算是走下来了，真的是太惊险了。站在这上面看风景真的是非常的不错，视野非常的开阔。你们看，远处的风景尽收眼底，那里呢就是铜仁市区了。这里离市区是非常近的。如果说有想来的朋友，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。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险峻，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。像恐高的朋友真的是不建议来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